一款新型战机首次公开亮相珠海，为何会引起关注？电子战机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？为何这款新战机会让美国人想要忘掉歼20？最近有网友拍摄到一架神秘的灰色低可视度涂装双发战机落地珠海，随即引发军迷圈的讨论。很显然，这是为接下来的珠海航展造势。而由于它的到来，让珠海航展提前1周被炒起了热度。一时间，这架战机的风头甚至盖过歼20，这架战斗机便是中国最强的电战机歼 16D。据获悉，此次珠海航展将是歼 16D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，首秀光环加上让这种特殊的战斗机进入到人们的视野。之所以说其特殊，主要是因为歼 16D 主打电子作战，歼 16D 是解放军在歼16战斗机的基础上升级而来，其中的 D 更来源于中文的电子一词，而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歼16战机又是从苏27战斗机基础上衍生而来的。苏27战斗机是一款主打机动性与敏捷性的空中优势重型战斗机。在上世纪80年代巴伦支海空中手术刀事件中，一架苏27在空中依靠尾翼将一架北约 P3B 侦察机右翼部分生切下来，一战成名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向俄罗斯订购了一批苏27战斗机，并且引进生产线，由沈飞进行国产化改造。而沈飞又在苏27基础上相继研制出歼11战斗机与歼16战斗机。歼16战斗机继承了苏27机动性优点，又在此基础上使用了大量的新型材料，同时在气动布局的细节上做出了修改，使得歼16战机的空重降低，并且提高了隐身性。因此歼16被认为是苏27家族最成功的衍生品。而歼16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强大的载弹量，拥有炸弹卡车的称号。根据数据，歼16载弹量高达12吨，甚至超过了大型轰炸机轰6的载弹量，后者为9吨。歼16可以携带霹雳系列空空导弹对空打击，还可以携带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进行反舰，甚至能携带钻地导弹进行对地道堡垒的轰炸。强大的载弹平台也给了歼16改造成一款专用于电子战机的空间。所谓的电子战机是一种针对敌方雷达、电子系统和通讯信号执行针对性任务的战机，可以利用专用的电子吊舱对这些设备进行侦测、干扰以及攻击，最终使得这些电子设备无法发挥功效，从而掩护己方部队发动攻击。电子战机常用的手段为电子干扰、电子欺骗和电子摧毁3种，被认为是防空雷达的最大敌人。电子战机的发展与战争需求脱不开关系，随着雷达的广泛运用，高空中的飞机不再有安全保障，稍有不慎就会沦为活靶子。如何躲过雷达与制导导弹的追踪，成为空军需要去思考的。而电子战机最初便脱胎于越南战争。越战时期，当时隐藏在雨林中的越军，依靠苏联研制的萨姆2防空导弹，经常给进行空中支援的美国空军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。当时，美国及其盟友差不多有1300多架战斗机被击落，这也一度导致美国飞行员不敢去一些地区执行任务。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，美国国防部针对萨姆2的制导特点，专门开发出一款名为QRC160A1 的电子干扰吊舱，用于战机上。后来，越南方面发现他们的防空导弹越来越打不准，甚至一次发射40枚无一命中，而美国空军的损失也降低了不少。战后，这种能有效对袭来导弹进行干扰，从而规避打击的电子吊舱受到广泛的关注。与此同时，通过对方防空系统的雷达波来追踪对付雷达，并对防空系统进行特定打击的反辐射导弹也开始得到发展。比较典型的代表便是百舌鸟导弹。而美国利用先发优势，很长一段时间在电子战领域都是一家独大。后续各国也开始开发专门用于电子战的战斗机，比较知名的就有美国 EA-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。这款电子战机能在一次演习中将 F-22战机模拟击落，一战成名，被美国人誉为全世界最强的电子战机，同时也是如今经常被拿来与歼 16D 进行比较的对象。而在中国空军快速发展的这几年中，对于研制一款专用的电子战机呼声一直很高。
在此前一次解放军空中军演中，央视的电视画面就放出了一架歼16战机携带2款电子吊舱的场景，其中一款为鹰隼2红外导航吊舱，这种吊舱能协助战机在低空飞行时避开高山等障碍物，帮助战斗机最短时间内适应复杂而陌生的环境。而另一款 KRKL700A 电子对抗吊舱则用于搜索敌方雷达，并且发动电磁波进行干扰。总的来说，携带2款电子吊舱的歼16战机能做到快速部署、定点干扰以及快速撤离。不过，总的来说，携带电子吊舱的歼16与歼 16D 还是有一些区别，因为后者是一款真正为电子战而生的战斗机。歼 16D 取消了翼尖的机炮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电子吊舱。这种电子吊舱从外形判断是一款有源电子扫描阵列干扰吊舱，被认为与咆哮者上的 ALQ218 电子战吊舱用途一致，可用于对地面辐射源进行探测、识别和定位，探测范围超过160公里。对于台军部署的天宫防空系统以及印度即将到货的 S400 防空系统，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。有意思的是，早在2018年的时候，美国军事网站国家利益就以忘了中国的隐形战机吧，这才是美军应该畏惧的战机为题，预测了解放军会在歼16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发一种电子战机。尽管那时候还没有传出歼 16D 的消息，美国人认为，相比较当时讨论声颇高的歼20战斗机，会对亚太美军威胁更大，因此歼20的存在是为了与美军 F-35取得军事。但擅长对海作战的歼16电子战机能直接对美军的军舰进行干扰与打击，是能够打破军事的存在。我们知道，近年来美军一直在演练海空一体战术，用以瓦解解放军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。海空一体讲究的是以美国海军为核心，整合美国海空军战力，并联合亚太地区盟友来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。但如果说美国海军本身都遭到打击的话，自然也就没办法去整合力量。而在这种形势下，美军无法破解中国的防守，反倒自己先崩溃，自然无法获得胜利。这就是歼 16D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美国多年前的担忧成真，并且如今将歼 16D 与 EA-18G 咆哮者相比较的话，如果二者电子战能力相当的话，歼16可以凭借自身出色的作战平台更胜一筹。歼 16D 保留了歼16战机出色的挂载能力，机身下包括4个挂架，机翼下有6个外挂架。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除了可以挂载各种电子吊舱，也能挂载各型导弹，包括反辐射导弹，做到对敌方防空系统发现、干扰、摧毁一气呵成。从以上来看，就能明白为什么此次歼 16D 来到珠海会引起热议了。歼 16D 身上其实还有很多谜团，这一次珠海航展或许将是人们对它进一步了解的机会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架战机的出现都证明了中国在战斗机研发能力上的提升。甚至有网友表示，中国这一次愿意把隐藏多年的新型战机拿出来展示，说明现在中国已经有了更好的